工作经历这块呢，讲到小学的工作经历，那讲完了，那讲一下初中吧。当时因为这个社会发展，所以说它有些商业模式跟过去也不一样。像过去的那种采野菜呀、呃采蘑菇啊之类的，那也还是有保留。后期呢，又出现这种用柳树条编这个筐。他们也收柳树枝儿，就有一阵我们就去河边去采这种很达到他要求的又直又长的这种柳树枝儿，然后再卖给他，他用来编一些手工艺的这个筐，然后拿到市场去卖。像我们小的时候，九几年之前吧，那个时候东北的农村那边还可以狩猎，就好多家都是有猎枪的。他们去打猎。当时野猪跟熊比较少，狍子也因为常年的狩猎呢也比较少，杀狍子。然后主要打一些灰狗叫灰狗。灰狗是主要是它那皮毛，它那个皮毛是比较值钱的，做一些这个雕顶之类的。所以说这些老猎人呢，他这个枪法要瞄得很准，你要打在某些指定的位置不要打在身上，把整个皮面给破坏了。所以要求枪法既要准，而且还要这个，就有点像狙击手那种感觉。灰狗、飞龙、小狐狸、树精野鸡这些当时是过去的这个早一辈的这些猎人他们在狩猎的一些东西，然后可以卖钱。后来到90年左右就开始办枪证，办完枪证之后呢，过了1年之后枪都不允许了都被收回了。然后初中呢，基本上也没干什么工作，然后到后来就去山东读书了嘛，因为身体原因，这个在我个人经历那块我再讲。然后就去山东读完书之后，山东读书那个阶段呢，还做了一些赚钱的事情，就去海边钓鱼，踩在那个海边那个岩石上钓鱼。它是有几种鱼，主要是个人养殖野生养殖，它收这种鱼苗，也不是鱼苗，就钓上来鱼之后呢，它可能有2、3两，那它会养到1斤左右，大概是这么长。一些它叫吃吧鱼，很猛叫吃吧鱼，那个比较贵，2块钱一条，2、3块钱一条。还有那种黄鱼，黄鱼那个比较便宜，但是它都是要活的，或者活性很好。然后每个周末呢，我们就去钓鱼，大概能钓个10块左右然后跑去死，大概能死一半，因为没有好的养鱼的东西，我们都用铁水烧结果鱼钓了一个暑假的鱼没钓多少，铁水烧被那个海水给腐蚀了。那又回到了东北，就是读高中嘛，高中回来也没有做什么兼职，然后就帮家里干一些活。然后之后呢，高中考大学之后毕业了，那个暑假呢，就通过我家一个亲戚介绍，很感谢他。当时我也是非常淘气他给我介绍，然后我们去在哈尔滨的一个饭店，一个比较高级的饭店，然后打工，做这个看火锅那个厅吃火锅的人也比较少嘛，然后就比较清闲。但是经常会来一些外国人，比如说日本人呢，还有这个俄罗斯人。日本人来的也很漂亮，然后喝酒的时候也是叽叽喳喳的。然后俄罗斯有个女的呢，就穿着这种无吊带的这个抹胸很漂亮一个女的。因为我作为服务人员呢，会站在他这个餐桌的这一头来接待来引导。他到我面前呢，他就会把这个抹胸然后往前一拉，啪，然后弹一下当时我没注意没看到，然后旁边的后来上菜的时候，旁边的我那个同事服务员，
他跟我说：“哎，你没看到吗？”我说：“没看到。”他走在你旁边的时候，他拉了一下他的抹胸。我说：“哎，可惜了，没看到。”我就很有意思，当时也年轻，他们也不大。然后在哈尔滨饭店做了1个月左右，赚了好像是3000块钱，是2000块钱。然后之后呢，赚了钱之后呢，家里面又补了一点，又买了一个他们大学用的一个手机，屏幕很大，那个屏幕大概差不多也是6.5英寸的，很早，那个时候基本上还诺基亚的时代嘛，还没有触屏机，当然也没有智能系统，但是可以上 QQ，第三方软件呢是不能，放音乐呢是外放很大，话筒声音也很大，大学期间呢，我用这个手机呢，当时我们练大合唱都没用收音机就我们练大合唱嘛，都没用收音机，就用我的手机来播外放声音都很大，2个教室都能听得到。但不幸后来坐公交车的时候被人给掏了，很可惜。这是我初中到大学期间，从中学到大学期间在做的一些兼职工作。大学呢也做了一部分兼职，这个后面再说。